检测到宿主周围环境恶劣，有生命危险，奖励军火库一座。军火库？这真的是一座军火库！机枪、火箭筒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在这乱世荒年，别说打虎，就是裂土蜂王都没问题。还有狙击枪，系统你太给力了！宿主好评，奖励馒头一个。谢谢啊。明天就由你打虎。走，试试这狙击枪好不好使。引出。是白米饭，白米饭，这才凉来了。怎么可能吃到白米饭？镇子吗？别急，后山有猛虎作祟，赈灾粮车滞留半月有余，现皇榜悬赏打虎英雄，护送粮车入县，可得1碗白米饭。有了这碗白米饭，就能让娘子吃饱了。我要接皇榜，我要白米饭。娘子，有吃的了。雨琦，我要到白米饭了，你可以填饱肚子了。猕捕头，你怎么会在我娘子家？林松，我来当然是喂饱你娘子了。松哥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这灾荒年跟着你，迟早要饿死。但你哥不一样，他是当官的，跟了他我才能吃饱。狗男女！狗东西，老子砍了你！李哥，这废物好像已经死了。狗东西，死了正好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穿着古代的衣服？我竟然穿越到了乱世荒年的农户身上，为了让未婚妻吃饱饭，接皇榜打虎，结果却被未婚妻联合奸夫打死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，弟弟？好在我还有个哥哥，对我还不错。走，咱们回家。阿松，家里还剩半个窝窝头，你赶紧吃了吧。嫂子又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我了，哥嫂对我是真不错。弟弟，都怪大哥没让你吃饱，你才为了1碗米饭接皇榜打虎啊！打虎？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水。我这么虚弱，怎么能打得过老虎？难道刚穿越过来就要命丧虎口？能不能来个系统告诉我怎么办呀？系统检测到宿主求生意愿强烈，生存系统开启，宿主是否接受？生存系统接受。检测到宿主周围环境恶劣，有生命危险，奖励军火库一座。军火库？这真的是一座军火库！机枪、火箭筒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在这乱世荒年，别说打虎，就是裂土蜂王都没问题。还有狙击枪，系统你太给力了！宿主好评，奖励馒头一个。谢谢啊。明天就由你打虎。走，试试这狙击枪好不好使。引出。还好有这家伙，要不然啊，还真对付不了你。检测到宿主击杀野猪，占领了野猪的领域，方圆10里领域扩大，系统能升级1层，是否升级？我去，扩大领域还能升级系统？升级！系统升级成功，奖励发放中。系统奖励厨房用品1套。砂锅、煤气灶、调味料。哎呀，刚打了一头野猪，扩大领域，系统就奖励这些东西。看来以后得想办法扩大领域。不过现在还得麻烦系统把野猪肉处理一下。哇，哎呀，
真不错，回家吃肉去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林松家怎么这么多人？该不会林松知道打虎必死无疑，准备跑路了吧？跑了之后就会株连他九族，到时候他家那些吃的就都是咱们的了。肉有点淡，再放点酱油。弟弟，你这稀奇古怪的东西是什么呀？炖肉的，这玩意儿炖出来肉又香又软。真的好香啊！不对劲儿，什么味道呀？这么香！林松刚打了一头野猪，现在正在家里炖野猪吃呢。什么？林松没逃跑，还弄回来一头野猪？对，让开，让开！好啊，他竟然背着我偷吃！阿松，你怎么煮了这么多肉？嫂子不饿，嫂子不吃。哎，嫂子，你放心啊，以后咱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林松，我还饿着肚子，你竟然背着我吃肉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未婚妻？哦不，江雨琪，我早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弟弟以前把家里一点吃的都要搜出来给江雨琪，现在怎么变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现在就把这些肉给我，我可以原谅你。我用你原谅我？林松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女儿，娘好饿呀，你就服个软，让林松给咱一碗肉吧。啊！哎呀，松哥，我刚才太饿了，在胡言乱语。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看你是真心喜欢我炖的肉吧？忍一忍，马上就有肉吃了。乖女儿，快去。不是的，松哥，我喜欢的是你。你不是也喜欢我吗？今天晚上，让我伺候你吧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以老娘的姿色，我就不信你不上钩。松哥，只要你把肉给我吃，我今晚就做你的女人，好吗？老娘都做到这份上，就不信你不给我肉吃。哎，刘婶子，之前你没少帮衬我家，来给你。给我的，吃吧。谢谢谢谢。我不就是给你戴了顶绿帽子，你至于这么耍我吗？没错，就是耍你。表演完了就赶紧给我滚啊！看着你我倒胃口。你得意不了多久了，明天你不是命丧虎口，就是被官府带走，这些吃的都是我的，你没命吃！弟弟，你接了黄榜打虎，明天……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既然敢接黄榜，明天就能把老虎打回来，包虎头汤喝。我现在有狙击枪，别说打一只老虎了，就是称霸一方都没问题。大哥信你，祝弟弟明天旗开得胜，成为打虎英雄。干！大哥怎么给我留了一封信？弟弟，大哥不忍心你命丧虎口，大哥决定替你上山打虎。你带着这些干粮和银子，跑得越远越好，千万不要再回来了。唉。我这个傻哥哥。阿松，阿松，你大哥接了那个黄榜，去后山打老虎失败了，被官家抓走，准备砍头。这群官差就会欺负老师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侄儿他在衙门当差，他说了，赈灾粮到不到咱这里。朝廷已经动怒，就故意安排了这些黄榜打虎，谁要是接了这黄榜，就把他抓出去，推出去让他向上面交代。我看呀，如今你这大哥生命保不住了，这样，阿松，你赶紧跑吧！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哥死。哎呀，阿松，哎呀！包大人，前面有猛虎，我们不能过去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
哎，这批赈灾粮运不到城里，全城的百姓都会被饿死。就算前面有猛虎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前进！老虎，真的有老虎！快保护大人！我去，救命啊！不，真的有老虎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谁打死了老虎？多谢壮士，打死了老虎，救了我们，保住了赈灾粮，也保全了全城的性命啊！并非有意救你，只是这老虎拦了我的路。此人身手不凡，查清他是何人。啊，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我知道那人是谁，他是接皇榜的打虎英雄，但是官府认为他逃跑了，就抓了他大哥，准备砍头。竟敢如此对待打虎英雄的家人！来人，拿着我的令牌，赶赴刑场，刀下留人。是。谢谢大人。你接了皇榜打虎，护送赈灾粮，结果打虎失败，赈灾粮未到，害了全城百姓，污了县令威名，罪该万死啊！我认罪。大人，不是这个人接的皇榜，接皇榜的是他弟弟，这个人是他哥哥林大山。哟，还真不是。嘿嘿。官爷，我知道赈灾粮不能及时送达，你们需要推出来一个人替罪受死。我愿意替我弟弟认罪，认真受死。你们砍了我的脑袋，饶了我弟弟吧。李捕头，接皇榜的是谁，就该砍谁，否则那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替死鬼，但这个替死鬼只能是你弟弟林松。来人，把林松抓过来！李捕头，林松肯定已经藏起来了。不过，他们兄弟感情甚好，不如我们先把他砍头了，然后把尸体挂到那边城墙上，等他自投罗网。还挺狠毒，不错，我喜欢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害死我弟弟？他让我不开心，我就让他死，得罪我，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快去通知弟弟！李哥，那个人是林松的嫂子，别让他去给林峰通风报信。拿下！哎呀，官爷，求您放农家小叔一条生路吧。林松接了皇榜，没有完成任务，必须死。至于你，还真是我见犹怜啊！我这俩兄弟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，就把你送给他们吧。不要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敢跟老子动手！你们别挣扎了，除非林松成为打虎英雄赶来，否则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。但很可惜，他成不了打虎英雄，回来也是跟你们一起死。你们这群畜生，害我弟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那老子现在送你上路，再弄死你弟弟，跟你团聚！竟敢欺负我大哥！举起枪，出来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是林松，他竟然敢杀朝廷命官！阿松远在100米之外，怎么可能杀人？分明是老天有眼，惩治恶人。你竟敢说李捕头是恶人！你再敢多嘴，就跟这个捕头一个下场！你敢打我！大哥，没事了，起来。弟弟，你也太冲动了，怎么能杀捕头？是啊，大哥大嫂，像这种仗势欺人的东西，就该死。有什么事儿我担着。你担着？好啊，
你杀了朝廷命官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还不快把他拿下，就地正法！谁敢动打虎英雄？是押运粮草的王大人。打虎英雄，林壮士就是打虎英雄。包大人知道打虎英雄的家人受欺辱后，特命我带着令牌前来刀下留人。不过晚来了一步，好在刚才那恶人被雷劈死，并没有做出伤害打虎英雄家人的事。他真的鸡腿猛虎，成了打虎英雄。包大人令牌在此，赈灾粮也已经入库，今日便可施粥赈灾，岂能有假？若再有人敢造谣生事，直接关入大牢。太好了，有粮食吃了！终于有粮食吃了！终于有粮食吃了！对，打虎英雄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弟弟，都怪大哥不信任你，才弄出这些麻烦呀！我知道大哥也是护我，以后不可莽撞。阿松，你真的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好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刚才要不是我拖延时间，你大哥这会儿就被砍头了。你应该要怎么谢我？刚才要不是我拖延时间，你大哥这会儿就被砍头了。你应该要怎么谢我？你想怎么谢你？你是打虎英雄，赏黄金100两，1面100金，你要全部给我。你是真不要脸！明明是你想害死林家兄弟，还有脸问他们要粮食？就是，真不要脸！对，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！这么不要脸！大家去领粮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林松，我可是你未婚妻啊，你真忍心看我受罪？以你的姿色，本来可以跟着我衣食无忧，但很可惜，我现在不要你这二手货。走，去一边去，边儿去。大人，快看，打虎英雄回来了！林壮士，你从虎口里救下了赈灾粮，这100两黄金和米面100斤，请您收下。大人，想要害打虎英雄家人的捕头，我已经吩咐，把他扔入乱葬岗了。哼，李县令，整个临江县，如果没有林壮士，百姓就会饿死。他的功劳，我会向上禀报。你的失职，我也会反映。属下一定竭尽全力，为百姓着想。多谢包大人。你好好休息。该死的林松怎么没被老虎咬死？哼！林松，包大人和县令亲自来送东西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，真是没教养！你竟敢打我！对呀，你不是说我没教养吗？我不仅会打人，还会杀人。你，王婶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李大人他好像有点生气。这个李大人不管百姓的死活，设下揭黄榜的圈套，自己揽功，这种人不值得尊敬。阿松说的没错，况且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们的。还是嫂嫂明白，赶紧用这些面蒸些大肉包子，我都饿了。选择到宿主击杀猛虎，占领猛虎区域，方圆50里，领域扩张，系统能升级至2层，是否升级？这次升级又有什么奖励？升级！升级成功，系统奖励2瓶灵泉水，可包治百病。还不错，扩充领域就会有奖励。接下来要调整一下，为以后扩充领域、升级系统做准备。官爷，我妹妹病了，求您再多给1勺，让我妹妹多吃一口。你多要1勺，我多要1勺，后面的人怎么办？滚开！哥，我不饿，你自己吃。这粥里面怎么全是沙子？这怎么喝呀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以为你打虎英雄啊？可以赏赐100斤精米细面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！滚！这打虎英雄一个人分这么多粮食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那不吃滚蛋！早知道我也去打虎了。妹妹，你先吃，哥有办法弄吃的了。
姐，你领回来这碗米一半都是沙土，我怎么吃啊？这还是我从地摊上抢回来的。怎么，你还想吃独食啊？你弟弟是男人，以后我们要依靠他，他多吃点是应该的。你赶紧做了给你弟弟吃。娘，以前有林松给我们送食物，你全都给弟弟吃就算了，现在林松不给我们送食物，你还给他吃，你要饿死我吗？还不是都怪你甩了林松！我今天看见县令给林松足足100斤精米白面，还有昨晚的野猪肉。如果你帮着他，那些都是咱的。我甩了林松，还不是为了傍上更好的？哎，你还敢顶嘴，反了天了你！耀祖，你要是把他给打伤了，谁给咱干活啊？说来说去，还不怪这死丫头没本事。这些都是你弟弟的，你要是想吃，找林松要去。阿松，你大哥不在，来帮帮嫂子。你过来把那都填进去。哦，好。哎，嫂子，你怎么了？阿松要全部填进去，掉出来就不好了。好，我以前也没烧过火呀。让我发现了，叔嫂奸情。嘿，你没事吧？你大哥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了。哎，没事，这擦擦就没了，我大哥不会发现的。不知羞耻！如果这样用这些威胁林松，让他把食物都给我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烧火做饭，怎么了？他们不是在做那种事。江雨琪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有鸡有肉，还有白米饭，就算是丰收年也吃不了这么好的。阿松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来认错的，你是饿的吧？你家里重男轻女，吃的都给你弟弟的吧？阿松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你就给我一口吃的，就一口好不好？不给。我是你未婚妻，你要饿死我吗？哎，我和你已经划清界限了。不过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啊，这有根骨头顶上肉还没剔干净。我吃，我吃。哎，我吃，我吃。这根啊，我是喂狗的。你，这人对自己未婚妻都那么狠，肯定不愿意给咱粮食。不行，秀秀必须吃东西，不吃就饿垮了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抢了。今日屈辱，他是必将100倍、1000倍讨回来。把食物交出来！你是第一次打劫吧？挺有种，抢到我头上来了。我知道你厉害，连老虎都能杀。哥几个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想借点粮食。不要杀阿松，我这就给你们拿吃的。系统，给我把枪！敢在我地盘上撒野，弄死你！猪哥，好厉害，我的腿被打穿了。下一枪，我不介意打你脑袋上。猪哥，他手里的玩意儿好厉害，把我的腿都打穿了。是我说这里有精米白面，带兄弟过来的。今天落你手里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兄弟的精米白面都是用命换来的，你们有本事对付他，为什么不去对付老虎？我们又不知道老虎那么好对付。老虎好对付，我可不好对付。这位爷，求你放过我哥，他只是想让我吃饱，我可以替他去死。哥，我死了，你也少了个累赘，
这位爷，我给你磕头，求你放了我哥。阿松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嫂子，把粮食给他们分了吧。你不杀我，还给我们吃的。我这人心软，见不得女人求情。多谢恩公。起来。看来里边已经死人了。把里面的人全部拿下，处死。是。把杀人凶手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林松，虽然你是打虎英雄，但是杀人偿命。李大人，你来得好巧。不过你哪只眼看到我杀人了？你没杀人，那地上的人怎么回事？我妹妹她只是好久没吃饭，饿晕了。你们不是来打劫，然后被他杀了？他们不过是来我家借粮食，我家粮食太多也吃不完，就分给他们一些。怎么会这样？李大人，你想怎样？你是想看我和朱兄反目成仇？不管是我杀了他，还是他杀了我，然后就把我就地正法，反正最后都死。哟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因为你的失误，差点饿死全城百姓，而我运送赈灾粮，解救了你的失职，而你不仅不感谢我，还要杀了我。就因为我的威望比你高，就故意说我这里有金米西面，让那群难民来为难我。就算我真杀了难民，但你就凭你们几个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本大人，李大人，你不用诡辩，你要再乱说的话，我手里这玩意儿可不答应。林松，算你厉害，走。原来李县令是想利用我们除掉你啊！那这种人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呢？这种人杀了容易，但想取而代之，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已经与李大人为敌了，我怎么会让我的敌人活着威胁我？说说吧。包大人说那些赈灾粮足够支撑到庄稼成熟，而你为什么还会饿？李大人说赈灾粮在路上被土匪抢了一半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城中的灾民有一半会被饿死。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来给你借点粮食。阿松，饭菜已经好了，快过去吃吧。走。你们快喝鸡汤。系统给我了包治百病的灵泉水，让这些人增强一下。吃粥真好喝，我感觉我的身体都好多了。这白面馒头真好吃啊！哎，你们要是喜欢吃馒头，以后跟着我天天管够你们吃馒头。不过嘛，要付出点小代价。只要能吃饱穿暖，我这条命都是恩公的了。我不要你们的命啊，但是你要保护好我的家人。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好，这样你们留一部分人在家保护我哥嫂两人，还有一部分人去告诉李大人，我要去山里剿匪，抢回赈灾粮。好，狙击枪杀了拦路虎，接下来该杀拦路恶人。李大人，既然你没把我整死，那就换我把你整死。李大人知道您要剿匪，特意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。这李大人还真是好心啊！哎，前面就是被土匪占据的翠云山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要不你先开个路？你这不是让我们找死吗？那就闭嘴！记得怎么用枪吗？记得。记得带够子弹啊！就你们几个，能行吗？可以了吗？走。等你进了土匪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哼！快！二当家，这些是山下送过来的美女，您看看，让今晚谁伺候？我本是即将继位的大前女帝，出来视察灾情，竟然被山匪意外抓住，难道要成为他们的玩物？你今天胆敢碰我，我让你碎尸万段！
这娘们儿性子烈啊，小模样长得挺俊呐。洗干净，灌点药，今晚上让他伺候我。哎，哟，还是对姐妹花啊，嘿嘿，不错呀。留下伺候我，剩下的赏给兄弟们了。多谢二当家。脱。姐姐怎么办？别怕，爷。我妹妹不会服侍人，我来。快点！报告二当家，有人闯山。慌什么？这些人都是从临江县来的，我和县令约好了，只要把他们领头的弄死，还能再弄来1两千斤牛羊猪头。可是领头的已经到门口了。豺狼，速速领死！竟然闯到我面前，也好，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杀了你？有什么区别吗？自己动手会死得痛快点，如果让我动手，我会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折磨到不会动，最后才让你断气。识相了就自己解决，要不然落到我们二当家手里，你将生不如死。有没有可能，今天死的是你们这位二当家？真是大言不惭呐！你只有1、2、3、6个人，我有这么多兄弟，你还要我的命？我们有10个人啊！小心，我可不是你们的人。狗官，你竟然跟土匪狼狈为奸！本以为他们能来救我们，没想到他们也不是这山匪的对手。我觉得他能杀了山匪。知道又能怎样？你们都快死了。喝下去。我感觉好多了。先休息。原来这个李县令想在这儿谋害我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死的是你们。你们现在只剩下5个人了，还带着个生病，想活着从我翠云山走出去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对啊，就是看不起。只凭一块破铜烂铁，还想要我的命？难不成你是神仙不成？我这玩意儿可比神仙厉害多了。你们4个带着武器出去斩草除根。是。你们竟然数米之内把我的人全杀了！我错了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带走，求你饶了我。我要你的项上人头。现在轮到你了。我是李大人的人，你不能杀我，否则李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死了，李大人只会知道山匪杀了你。我知道李大人的秘密，你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。说。李大人是翠云山二当家的大哥。你的意思是，李大人是翠云山大当家？没错，他当初带着土匪杀了新上任的县令，偷取了文书，当了县令。临江县这里山高皇帝远，他们就称霸一方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李大人胸前有个土匪一样的纹身。哦，怪不得翠云山这群土匪敢在临江县这么为非作歹。原来临江县的头子竟然是山匪的土匪老大。谢谢了。只要你能饶过我这条狗命就行。你勾结土匪，作恶在先，背叛我在后，让我饶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慈善家。你答应不杀我的？对呀，他没答应啊。你快跑！快跑！爷，我们姐妹是被抢过来的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吧！
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救你们？在这乱世灾年，出去也是个死，倒不如赌一把爷的仁慈。你们两个叫什么？乔诗雨。爷，只要您愿意，我们姐妹愿意做您的奴仆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的，只要您肯收留我们。去，把他们带回去。通知你县令，说山匪已经死完了，尸体悬挂城墙，粮食分发给百姓。好。李狗官就是恶匪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让他死的有价值点。二弟，你竟然被林松害死，尸体还被悬挂城墙，被贱民分尸，大哥一定帮你报仇。李大人，从土匪那里缴获的粮食，打虎英雄已经分发给百姓了。李大人不会怪他擅自做主吧？那些粮食本就该分发给百姓。那小的告退。林松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连我都杀不死你，那就让全城的百姓杀了你。山匪真是可恶，竟然抢了我们一半的粮食。多亏我们的打虎英雄杀了山匪，夺回了粮食，不然我们都要被饿死。不过没有抓到他们大当家的，斩草除根。不过击杀土匪、占领土匪的领域系统连升2级，现在已经到了第4层。接下来就是除掉县令，取而代之。不知道这次系统能升级几层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林英雄你就是我们临江县的福星，我们永远追随你。没错，我们追随林英雄，永远追随林英雄，永远追随林英雄。林松，看来我小瞧你了。李大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让你死。李大人，您还真是直接啊！接黄榜打虎，护送赈灾粮，救了百姓，保住你的官职，你不对我表示感谢就罢了，还要费尽心机置我于死。李大人，你真是忘恩负义啊！在临江县不允许有人抢我的风头，你越界了，就该死。李大人，你想清楚，拦路虎都没有拦得住我，翠云山剿匪更是死得一个不剩。你确定能杀得了我？难道你比山贼还厉害？也许啊！哎呀，松哥，我宰了他！哎，有人要杀朝廷命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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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大人，反贼已经被我弟弟打跑了呀！你弟弟就是反贼，他和翠云山的土匪就是一伙的。这不可能吧？他可是打虎英雄啊！哼，什么打虎英雄？我呸！当初他打虎的时候，就是抢我们赈灾粮的时候。被老虎阻拦，我派人及时护送，才保住了一半的粮食。李大人竟然说我是土匪，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我是土匪？哎呀，这还用说？我派人去翠云山剿匪，官差意外得知真相，差点被杀人灭口。最后一口气回来告诉我，我刚要得知真相，就被他发现，就要杀人灭口。我弟弟当众吊死一个土匪，他绝对不是土匪。是啊。那个土匪是跟官兵火拼的时候被杀的，他故意带回来示众，就是要蛊惑人心，让整个临江县成为土匪窝，成土匪窝。你胡说八道，你才是呢！可是他还给我们发粮食，让我们填饱肚子，他才不是山匪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这算什么食物啊？大家有所不知，我和他是同乡，他每天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。之前我还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都是抢过来的。抢来的吗？不知道啊。这乡亲们，我们临江县不能成为土匪窝，否则朝廷怪罪下来，我们都得死，知道吗？没错，大家赶紧把他杀了，向朝廷交代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恩公才不是土匪呢。你们就是被他掳过来的吧？这么向着他，那一块儿也杀了吧。林松，我杀不了你，
但可以让全城的百姓一起杀了你。松哥，他穿着官服，百姓更愿意相信他，怎么办？李大人说临江县是土匪窝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，这临江县本身就是土匪窝？你说这里是土匪窝？这里就你一个土匪，只要把你杀了，我们就是清白的。你还真是什么时候都想置我于死地啊！那是你该死，蠢货！前2天城墙上示众的土匪尸体，你还有各位大家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山匪有一个土匪特殊的标记，想必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？哎，李大人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啊！哎，各位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，大家快把他杀了！没错，快杀了他！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呀？我穿着朝廷官服，当然是相信我了。相信你们的眼睛。哎呀呀，疼！哎呀，疼！你要杀了李县令灭口！大家，他就是土匪，快把他杀了！哎，大家快看，这纹身和山匪的一模一样。是啊。他就是山匪的大当家。怎么可能？李大人身上的纹身和示众的土匪一模一样。难道县令大人一直都是土匪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不要相信他。李县令，他杀了原来的县令，和翠云山土匪勾结营私，压榨百姓，土匪头子罪不可赦。正如他所言，如果朝廷知道我们临江县就是土匪窝的话，必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不能被这个土匪连累。想要证明清白，就是手刃土匪。我们是清白的，不能被连累。没错，他害打虎英雄，还害我们，就该死！杀了山匪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敢死！打死你个狗官！让你勾结山匪！打死你个狗官！让你陷害别人！打死你狗官！打死你！啊！他真的死了！我杀人了！没事儿，他一个土匪死有余辜，如果上面怪罪下来，我来顶。你帮我们除了害，还帮我们担责任，我们要与你共进退，誓死追随打虎英雄。如今贼县令已死，就让我们的打虎英雄担任新的县令吧。既然大家这么热情，我就勉为其难，带大家过好日子吧。临江县依山傍水，难怪他会来这里。可惜刚来就遇上灾荒。不过我有空间在手，在这乱世荒年，完全可以改造成世外桃源，美美的过日子。哎，哪儿去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刚才我看你一直帮土匪说话，我很怀疑你们的关系。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土匪有关系啊？刚才就是你想害我的恩公。山匪都有纹身，要是你想证明跟他们没关系的话，那就让大家看看你有没有纹身。诗诗说的对，你如果能证明你身上没有纹身的话，我便放了你，不然就跟他一块儿死吧。如果不能证明你不是山匪，那我们就必须斩草除根。我只给你一个人看。你要证明的是给大家，又不是我一个人。哎，你刚才还想要我命呢。既然你害怕不敢证明，那便关入大牢，听从发落吧。弟弟，你也累一天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把粮食分给难民就行。快去速度站。
占领临江县方圆千里。系统可升级1层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升级成功，系统奖励黄金万两。黄金万两，这个可以。恩公，我们姐妹来服侍你休息。我去，你们走路没声啊？都是我们不好。你们打算怎么服侍我呀？恩公，你救了我们姐妹，还给了我们住处，让我们填饱肚子。恩公想让我们怎么服侍你都可以，只希望恩公可以温柔一点。我跟我妹妹都还是第一次。有个气息是。谁说古人矜持？这也太主动了吧！我喜欢。恩公，我什么也不会，还希望恩公教教小乔。那个，我现在没心情教你。恩公，你有什么火可以冲我发，饶了我妹妹。哎，跪下。不是，松哥，不好了。为啥？为啥？今天从土匪窝带回来那个女的，好像不行了。不行你就送医馆呗。医馆也不行啊。松哥，你去瞅瞅。妈的，老子裤子都脱了，这女人竟敢坏我的好事！看我看。哎呀！你怎么了？啊！我被下药。下药？帮我！啊！我堂堂女帝，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给睡了！不行，我要杀了他灭口！可他把我从土匪窝救出来，而且昨晚我主动要的，他只是帮我解毒。你要再不杀我，我就醒了。这女的也太猛了，一夜要了我妻子，把我收拾了。不过长得挺漂亮，也不算吃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啊！昨晚我也算没有白出力。明明是你占了我的便宜，你还胡说！哎，你还娇羞上了啊？挺可爱的嘛。把头转过去。那你先说，昨晚谁先主动的？闭嘴！这件事不许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否则我就要了你的命！松哥，大乔、小乔他们，干啥来着？他俩？你给我准备一匹马，我要回家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就凭你昨天晚上不顾我的死活，我还是第一次呢。是你折腾我吧？阿正，哎，去准备一匹快马。好。我要一匹马，给我一辆马车。你这个人倒是会心疼人。我就是这样。不嫁给我后悔吗？这辈子想都别想，不可能的。好吧，不过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把这个拿着。不就个破铁吗？
遇到敌人抠一下这里，敌人就死了。我看这女人可不简单，性子是那点，在外面锻炼一下，才会更听话嘛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是把我们临江县打造成世外桃源。系统给了我黄金10000两，我就先以临江县为根据地，把我的领域做大做强。衙门的官差全换成我们自己人，每个月白银2两，还管吃管住。这俸禄是之前的10倍，还包吃包住啊！自己人嘛，当然不能亏待啊。何况我们还要在这画地为王呢，是不是？他们一部分留在城内，守卫城内，解决内忧，对外建立军需库。如果遇见外敌来入侵我们，直接去军需库拿武器。那城中百姓的衣食住行怎么办？城中百姓的衣食住行，把土地划分给他们。对了，不要收他们的税，让他们自己管好自己，吃饱就行。但是，要是有人在城中闹事，直接驱逐。那不交税，朝廷那边怎么办？不必理会朝廷，在这儿我是老大，有事来找我。你们俩哭什么？都是我们姐妹不好，害恩公扫了兴，才彻夜未归。我昨天晚上被另外一个女的缠住，不是故意不理你们。你们怎么哭得更厉害了呀？恩公肯定是左反上那女的比我们更漂亮，会伺候恩公，所以恩公不要我们了。我妹妹的意思是，恩公想要几个女人都可以，只求把我们留在身边。你们一个俏皮可爱，一个清纯娇俏，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？我不仅把你们留在身边，我还把你们娶回家，给你们个名分。真的？真的？这楚楚可怜的眼神，要是不满足他们，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那个，自朕登基以来，这淮南王就一直上奏，要朕收复北方蛮夷，否则朕的皇位就坐不稳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大前北方3年灾情，根本就不适合打仗。淮南王就是想把你拉下。陛下，我去把门关上。胆敢只身闯入大前皇宫，敢来行刺，朕让你有去无回！杀！是谁派你来的？淮南王，陛下有命活着再说吧。陛下有命活着再说吧。这铁块竟然真的如那淫贼说的这么厉害！陛下，这武器太厉害了，不仅轻便，而且威力巨大。若是这铁块，边疆战士人手一个，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收复蛮夷？那我们赶紧制造这样的武器吧。朕不会，但朕知道有个人会。小脑袋瓜里天天想点什么？我要惩罚你，3天不准上我床。小乔什么也没有做错，恩公没理由罚我。怎么没错？我如今都娶了你们姐妹俩了，要叫老公，不是恩公，知道了吗？哦，知道了，相公。相公，这是这个月交上来的账本。相公，这是临江县这个月的账单。你记账，我放心。今晚要好好奖励你。相公，小妹还在这儿呢。没关系，姐姐做得好，对相公奖励也是应该的。
真懂事。今晚一块。站住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还敢阻拦我们，还不让开！管你们是谁，有通行证吗？什么通行证？啊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大人盖章的红本本。没有。我看你们也是慕名而来，没有通行证，先在这里登记，然后去衙门补办通行证。把你们大人叫出来，竟敢让我们登记，真是没规矩！在我们临江县，我们大人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早就听说临江县是世外仙境，你们没有通行证，就赶紧让开，别挡我们进去享受。我可是带了100两来消费。请问该如何登记？这边，填下你的姓名、性别、职业以及联系方式。这张纸竟然比皇宫的还好，而且蝇头小楷写的更是堪比书法大家。快写！这没有笔，该如何写啊？那，用这个。这玩意儿竟然能写字！啊！写完了。萧雨柔，年龄22岁，行商，京都人士。行，进去吧。这临江县3个月前还是一片萧条，现在繁华热闹，完全不像有3年灾情。陛下，出门在外不要叫我陛下，叫小姐。是，小姐。咱们一路北上，因为灾情尸横遍野，可是这里的人面色红润，衣着鲜亮，实在古怪。我倒希望大前上下处处皆是如此，繁荣昌盛。抓小偷！抓小偷啊！抓小偷！抓小偷！在我眼皮底下偷东西也就算了，竟敢冲撞美女！有事了，偷东西当场被抓住了。好好的，没看他抱着东西吗？肯定是个小偷。哎呀，别胡说了。相公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新弄的麻醉枪。美女，没事吧？是你呀！林大人，这个小偷怎么处理？临江县的县令姓李，怎么变成林大人？林大人，我不是有心偷东西，您发明的这冰镇可乐实在是太好喝了，我愿意出10倍价钱购买，但他每天就只卖1罐，根本不够喝。原来如此，原则上我们临江县人人平等，但你这么有钱，便可以肆意妄为。这样，10倍价钱卖给他。哎，林大人，每人每天限购1罐，是您的意思啊？那是之前，现在变了，有银子咱得赚。这大夏天，竟然真的有冰块，可以喝冰水。见钱眼开的狗官，要不是有求于你，现在就杀了你。等等，冰镇可乐的事解决了，但你当街闹事，关进大牢3个月。3个月不喝冰镇可乐，大人你还是杀了我吧。我这个人遵纪守法，从来不滥杀无辜。来人，带走。出去以后，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，走吧。真是个馋鬼，都散了吧，罪有应得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是这里的县令？对啊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通了？不过你要嫁给我的话，在你这之前啊，我已经有2个姐姐了，这样你只能当小三了。我才不要做小三！你就是那晚让相公夜不归宿的女人吧？你是第一个得到相公的，如果你愿意嫁给相公，我可以把老大的位置让给你。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大庭广众，不知廉耻。怎么吃醋了？我问你，
这里的县令明明姓李，为什么你会姓林？那个李县令上任的时候被绑咱们的土匪头子杀了顶替，相公呢又杀了那个顶替的人，受百姓爱戴，所以被推举成了县令。我也不想当县令，没办法，只能随便管理一下临江县了。简单治理一下，这临江县比京都都繁华。装模作样。我现在画地封王，山高皇帝远，没人管得了我。我现在啊，就是这儿的土皇帝。你要嫁给我的话，我考虑封你个皇后当当。小姐，小姐，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要杀了谁啊？你有事怎么不早说呀？先把药喝了。1碗白水而已，我才不喝。听话，来。这1碗白水竟然把刺客给我的毒解了，浑身畅爽。还有他之前给我的铁块，一下就把人杀了，好像所有的东西经过他的手都变得很厉害。现在说吧，要杀谁？当然是杀你了。你画地封王，不交税纳粮也就算了，还想拉本地当小老婆。嗯？你咋了？不行，我还要问他铁块怎么制造，得忍下来。当然是杀那些伤害我的人。没了？没了。那该我问了。那资料上面写的是商行，为什么会知道这里的县令以前是姓李？这可是官场的事。因为我上面有人，不行吗？行，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找你啊！你可别误会，我呢是上面的人，知道这铁块的威力，而且他想着这个威力这么大，想要制造一些抵御外敌。这个不是铁块，是手枪，这是我们立足之本。制造技术给你们，我还怎么称霸一方？不过，你实在想要，我可以卖你一批。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这3个月有没有别的男人？你哭什么呀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呢？见一个爱一个。哎，好好好，不哭不哭，对孩子不好。啊，孩子？对啊，刚才你昏倒的时候，我替你把脉，是喜脉，3个月了。都怪你！现在怎么办呀？你这么厉害，不会害怕生孩子吧？我当然不怕，就算怕，我也会把孩子生下来。虽然他爹不着调，但是是我的孩子。有你这句话，你要的手枪便宜卖你喽。好，那我要5000把枪，10万发子弹，多少银子？真是贪心，竟然要1万两黄金！现在国库空虚，只剩3万两黄金，还要发放粮草和军饷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1文钱还要便宜啊？1文钱？啊？不，我觉得这个价钱非常合适，非常公道。他人好像也没那么坏呀。走。没想到这地方大晚上还挺热闹。什么大晚上的？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哎，这是怎么会发光啊？那是相公发明的，我们管它叫火钉。火钉？对啊，你看它像火一样可以发光，而且只有1丁点大，拿取都很方便。那为什么不直接叫它灯啊？哎，你还挺会取名字的，以后就管它叫灯。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是个人才。
我还有很多惊喜是你不知道的。想要什么，伸伸手就能从万能空间搞过来。走。到了。嗨起来，酒吧。嗯哼，走。走。摇起来！来再喝一个！提不必提，伤风败俗。可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啊！我看是你很开心吧？我就说受灾3年，临江县怎么一点影响都没有？原来是靠出卖这些女孩的色相来换取富足生活。你明明会发明，明明那么厉害，为什么要做出上不得台面的营生啊？什么叫上不得台面的营生？我们都是凭本事赚银子的。阿宗，你弄的威士忌酒太受欢迎了，嫂嫂上个月卖了100两，比你大哥卖烧饼赚的多了。还有秀秀也赚了50两呢。嫂嫂，你是他嫂嫂？怎么了？这里的民风这么开放的吗？嫂嫂，你跟大哥可以在家享福，真的不用出来工作。嫂嫂闲不住。行吧，这个月嫂嫂我给你80两，秀秀你有40两。哈松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饿死了，不能再要你的钱了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哦，对了，嫂嫂，下个月呢，你俩就不用来上班了，然后把我教你们的话术交给新人，就不用再亲自表演了。萧姑娘，这里的女孩都有相公护着，只卖艺不卖身，只要她们不愿意，是没有人能强迫她们的。反正我就算饿死，也不会赚这样的银子。我们正经赚钱，我没偷没抢。真不知道你高贵什么。好了，秀秀，你去给我找个包间，把我们最好的酒拿出来啊。好的，阿松哥。这里的节奏你要尽快习惯。走。小姐，他们家那个叫什么烧烤和汉堡包的玩意儿还挺好吃的，还有那个雪蜜果茶也很好喝。你们是行商的。以后在这里租个店铺，留在这里就可以肆意消费了。这里有各种吃喝玩乐的地方，我还真想留下来。不行，整个北方灾情严重，淮南王随时想把我拉下皇位，蛮夷更是虎视眈眈，我却在这里贪图享受。都是你把我带坏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现在也庆祝完了，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？你什么时候走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呗。明天。好啊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王八蛋，站住！你个王八蛋！怎么回事？他不给钱他就想跑！我闺女如花似玉，说好的100两就给10两。官爷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女人说好的是10两，我放下银子就想走，结果他俩人冲进来问我要100两，要是不给，就报官把我抓起来。胡说！赶紧拿100两出来！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闹到衙门去，闹到你家去。没错，赶快拿钱！官爷，他这分明就是讹钱！哎，还说我们讹钱？你这欠揍你！在我临江县还没人敢闹事。大乔，去把张员外和江雨琪的消费记录拿过来，是不是讹人，一眼便知。消费记录，相公也管这个叫信誉记录。在临江县生活的人都有这个消费记录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，以及他们消费中是否有欠账不还、打架斗殴的问题，都会在这个记录中体现出来。还不是你没本事，都多少天没开张了，好不容易来个贵客还不捞一把，我和你弟弟吃啥喝啥。可他们现在拿消费记录，我们怎么办？别怕，我们本来就是临江县的人，我还不信他们真能把我们赶出去。相公，消费记录拿来了。这3个月，张员外来临江县消费10次，每次银钱2清，其中有8次给店小二消费。你江雨琪这3个月卖酒和同行打架吵架5次，和顾客吵架2次，转行接客10次，8次被店铺投诉。那是他们不好。行了，
消费记录这儿摆着呢。我宣布，张员外是无罪的。林大人，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呀！张员外，你受委屈了。给你一张5折消费券，下一次消费的时候可以用。林大人，这些人要是不处理，别说是5折，就算是免费，我也不敢来啊。张员外放心，下次你再来，就不会见到这种人在临江县了。林松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把我赶出去啊？是。不可能，我们是临江县的人，你赶不走我们。江雨琪，3个月以来，你和同行吵架斗殴，现在又诬陷张员外玩仙人跳，你们一家投机取巧。经评估，你们家没有自力更生、自给自足的能力，而我临江县不养闲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再是临江县人了。外面乱世荒年，我们出去必死无疑。你快去求求他，我们可不想死啊！快去啊！林松，来人，带走，别让他回临江县了。别，林松，我求你别！林松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么对我你会后悔的。你威胁不到我，带走。林松，放开！放开林松！你还真把人赶出去了，画地封王，做起土皇帝了。坏了规矩的人不能留。你私自把人赶走，你就不怕当今圣上知道？当今圣上刚登基，还是个女人，一个妇道人家管不到这儿，就算管到这儿，我也不怕。你很厉害啊！没办法，我有枪，女帝她不服也不行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朝廷里有人吗？你不能把我说的话告诉那个女帝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因为我已经亲耳听到了。娘，我饿了。哎呦，还不快去找吃的！这才荒年，哪还有吃的？往北边找。那北边是蛮夷之地，我就算去了，连饿死就要被他们杀了。还不是都怪你！本来跟着林松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现在被赶出来了，马上就要被饿死了。滚！哼，会伺候人吗？他最会伺候男人了，只要你们给我一口吃的，就随便玩他。娘，我不要。付给娘点。再喊，坏了老子兴致，老子宰了你！哎，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排队来。是。放开我！哎，怎么样？爽！三哥，这娘们竟然还活着！山匪的纹身，你们是翠云山的土匪？知道我的身份？我不仅知道你的身份，我还知道翠云山的土匪已经被剿灭了。胡说！大哥当了临江县县令，护着我二哥称霸一方，怎么可能被剿灭？你大哥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被杀了。你咒我大哥二哥该死！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这2年我投靠蛮夷，如今混出名堂来接他们俩回去，没想到他们却双双殒命。告诉我，是谁杀了他们？是一个叫林松的，他不仅杀了你大哥二哥，而且还霸占临江县，逍遥快活。林松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那个林松有武器，恐怕我800铁骑也不是吃素的。三当家，那这样，我愿意为你带路。告诉大部队，立刻前往临江县，取林松向上首级。是。如果会让你付出代价，还有你们这群蛮夷人，到时候也该死。我
就看你们两败俱伤。爷，我女儿伺候的你舒服吧？能不能再赏赐点吃的呀？三当家，我不想看见他们。女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把他们都杀了吧。够狠，我喜欢。按他说的做。你这要杀金娘和金弟啊！你不怕天打雷劈吗你？不怕。娘，我不想死啊！娘，女儿，我的好女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呀！聒噪！走。你们要的武器我已经派人给你们送过去了，现在付钱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该走了。松哥，有人闹事！扶他进去。看来你们暂时走不了了。林松，给老子滚下来，否则等老子闯进去，把你们都杀了！对，哪来的蠢货在城下叫嚣？三当家，临江县只有60个捕快，你的800铁骑绝对能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江雨晴，松哥3番5次放了你，你不知感恩还联合外敌泄露我们实力。什么饶我性命？他就是个废物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一朝得势把我踩在脚下，甚至逼上绝路。如今我有800铁骑，就是要弄死他。江雨琪啊，我倒是没想到你居然找了蛮夷800铁骑来找我事儿。林松，是你仇家太多。这位呢，翠云山3当家，你杀了他大哥二哥，人家是来寻仇的。哦，原来是土匪窝出去的，怪不得投靠了蛮夷。老子身后有800铁骑，现在开城门，把金银财宝都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们全城百姓死得痛快点。蛮夷800铁骑怎么能闯进大前境内？难道边境已经失守了？哎呦，800铁骑，我好害怕呀！既然害怕，还不快来受死！受死去！一个叛国之贼还敢来这儿找事，找死！这里虽是两国交界，但还是我大前境内。你这蛮夷铁骑为何能入侵这里？蛮夷铁骑早已攻破了你们的边境，蛮夷大军马上就会南下。小美人儿，等我攻破城池，一定尝尝你的滋味，让你多活几天，然后再给你杀了。无耻！攻我城池，自寻死路。三当家，他手里的武器很厉害，能直接把人穿透。老子金戈铁甲，会怕那破铜烂铁？那怎么办？边境被击溃，你的枪又伤不了他们，这里很快就会被攻破。你是在替我担心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话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现在赶紧给我下来，乖乖受死！就是下来！林松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三当家会慢慢折磨死你的。你的手枪已经不管用了，如果他们攻破城池的话，那全城的百姓都得跟着你陪葬啊！现在赶快去疏散全城的百姓啊！不必，我既然当了临江县的老大，自然有权利保护百姓他们的安全。阿征，我有点口渴，你让嫂嫂去热壶酒啊。哎，好。大敌当前了，你还有心情喝酒？酒壮怂人胆，喝完酒了就敢下来受死了？都要死了还不忘喝酒享受，这就是你说的保护百姓？放心，我们还有枪，喝酒是给他们送行。还有枪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嗯，哦，哎呀，喂，哎呀，快点，来，给。这不是早上运出去那批枪支吗？怎么会落到他们手里啊？
我们可是山匪出身，看到你们押送出来的大箱子，顺手就给劫了。这叫手枪的玩意儿，你刚才是这么用的，对吗？林松，你现在人没我们多，枪也没有我们多，优势在我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我现在弄死你，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杀了他，给二当家和大当家报仇雪恨。不行，现在枪支落在他们手里，这下全完了。你现在立刻去疏散城中百姓。没有人能命令我。就来了。下面那群人已经快死了，不必疏散百姓。你现在还说这样的大话，真的让我很失望。你信不信我把下面的蛮夷之辈杀光，这酒还是热的。你这是在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开玩笑，你不能等城池攻破之后，让全城百姓跟你一起陪葬啊！临江县我罩着，就不信有人敢乱来。林松，你的武器已经没了，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？临江县你罩不住，你的命你也留不住。你们的命留不住，还想要我们的命？怎么，你有更厉害的武器？没错。现在信了吗？他竟然真的还有更厉害的武器。是啊，金戈铁甲怎么可能会被射穿？你们马上就会知道。老子穿的金戈铁甲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铠甲。带几个兄弟下去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好。酒热否？眨眼之间，他的武器竟然在100米之外击穿金戈铁甲，杀死800蛮夷铁骑。这么厉害的武器，如果不能为我所用，真的是很大的危险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你居然会有比手枪更厉害的武器。手枪啊，是我所有武器中最差的。我说了，我罩着的地方必须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谁来找事谁就死。那你还真是厉害的。松哥，蛮夷铁骑已经死光了，缴获的武器已经入库。抵抗蛮夷受伤的人，每人给20两银子。是。每人给20两，你还挺大方啊。我又不缺银子，我有万能空间，早就财富自由。他们呀，为了临江县受伤，补贴银子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。你这是收买人心。他们心甘情愿被我收买啊。你怎么生气了？那我也给你点好处，把你收买了。我不稀罕。好吧，我本来想着重新运出去，既然你不稀罕，那就算了。这样，明天把它重新运出去，顺便再补偿你一点银子。本来想帮你抵抗外敌的，不稀罕就算了。陛下，你好歹是一国之君，现在去求他给我们武器，会不会很没面子？咱们亲眼见了他武器的威力，如果能把狙击枪和手枪给我，没面子就没面子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问你要手枪，还有你答应给我的狙击枪。啊什么？你不会是要反悔吧？我才不反悔呢，我就是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。为了大钱江山，为了坐稳皇位，我忍。你把武器准备好之后，还要亲自送去边境。啊？我亲自送啊？你这上次都被蛮夷抢走了，这一次万一再出什么差错可怎么办呀？你不会不敢吧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哎，我只是挺好奇的。你说你一个商人，怎么对朝廷的事这么感兴趣？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无视国法，裂土封王，吃喝玩乐？真伟大，你太伟大了。你嘲笑我？
哎，没有，别生气了，对孩子不好。还不都是你？我孩子的爹，怎么会是你这种无赖？相公，刚才听说蛮夷又来闹事，你没事吧？相公，诗诗好担心你啊，以后直接把匪徒杀了就好，不要跟他们废话。没事，有你们在，我不会有事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去边境，我要和大乔、小乔好好告别一下。陛下，你为什么要他去边境？他的武器如此厉害，蛮夷现在已经攻破边境。林松如果去了边境，说不定能帮我们守住边境。他吊儿郎当的，这么像无赖，能帮我们吗？我能感觉到，他这个人不像表面上看出来那么无赖。相公，你真的要去边境啊？小乔要好久见不到相公，所以我们今晚就……大乔恐怕不能服侍相公。啊？难道你吃醋了？怎么会？相公喜欢谁，那谁就是我们的姐妹。相公，是我姐姐肚子里有宝宝了，所以就不能伺候相公了。啊？大乔，你太棒了，你有孩子了。这样，以后临江县有事就交给阿正、哥嫂、小乔。谢谢你。相公。相公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让我有了孩子。姐姐，你就去好好休息，我来伺候相公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姐姐都怀孕了，为什么你一直没有怀孕啊？我当然没有啊。让我拔拔。我肯定没有啊。还真没有？难道是我不够卖力吗？不是的，相公，是因为小乔每次都喝一大碗避免怀孕的汤药。小乔每次伺候相公，相公都让小乔好舒服。可是怀了宝宝之后，小乔就不能伺候相公，所以小乔每次都喝一大碗很苦的避孕汤药。就这么想伺候我？相公如果生气，请尽情惩罚小乔。那我就惩罚你，把这个吃下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避孕用的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奖励。女帝说会有一大批武器送来，怎么就只有这几箱铁块？陈将军，这下边境肯定守不住了。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难怪边境被打得溃不成军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和王统领带着兄弟浴血奋战，我坚守边境，你这么说就是在侮辱我们。那你都不知道我武器是否厉害，就断定守不住边境，那岂不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这些铁块连几把趁手的兵器都打不了，你妄想击退3万蛮夷大军？没错。报，蛮夷3万已经攻打到城门口，我们已经守不住了。去，你们去攻打蛮夷。是。蛮夷3万大军压境，你想用这几块破铁就能扭转战局？对。大言不惭！你们要是能扭转战局，我跪下给你们磕仨响头。带着咱们的人，拿着武器，让他们看看铁块的实力。好嘞。好了，你们能冒死送兵器过来，我们感激不尽。但外面的蛮夷大军已经抵挡不住。我既然把武器送来，就没有战败的道理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当然。他们既然非要送死，那让他们去呗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小子，等着磕头吧。哼。一炷香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派出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？
我看是他们已经战死，回不来了。你这么着急让他们回来，给我磕头啊？怎么，到现在还妄想他们能击退3万蛮夷？够了！大军压境，你们还有心思争吵？各位，今日将是一场硬仗，一场险仗，但为了我们身后的大钱百姓，我们不能退缩。请拿出你们的佩剑，我们上阵杀敌！誓死追随陈将军。倒是有几分骨气。跟我走。老大，老大，我回来了。你们真的没死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蛮夷3万真的是他们打败的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几个人怎么能打退3万蛮夷？他们在城墙上用手里的铁块快速发射比弓箭还快速的武器，击穿100米之外的敌人，我们就有如神助，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这块铁真有这么厉害？是的，你保住了边境，救了我们大钱，请受我一拜。陈将军，你的手下可是不相信我们，还诅咒我们送死呢。你们站好，现在我给你们磕3个响头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们毕竟没有见过这些武器，不知道也是难免的。我就当你们不知者无罪。你已经认错，不如敬我们3杯酒，就当你那3个响头了。多谢，我敬你。报，蛮夷国师姬无双求见。见。姬无双，你们蛮夷是知道怕了，前来求和。没想到你们大钱到最后关头，能有这么厉害的武器力挽狂澜，但要说害怕，那倒不至于。那就请回，继续开战。继续开战，劳民伤财。现在说的冠冕堂皇，当初不是你们主动挑起的战争。那就签下降书，这样可让两边百姓免受战乱之苦。我可以签下降书，并且让出30座城池。算你们识相。但是你们要回答我们蛮夷3道难题。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怎么不敢啊？姬无双，你来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直说。只要你回答我们蛮夷3道难题，我便送上30座城池。但只要你们答错1题，便要送出一把你们的武器。原来是冲着我们的武器来的，休想！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我们30座城池。况且你们输了，只需要让出3把武器，怎么这都不敢？这些武器都是他的，打赌要经过他的同意。这些武器是你造的，这么厉害，应该不会怕吧？那你好像很自信，知道自己一定会赢。能不能赢，你们回答我们3道难题，不就自然知道了？若是你们连那3道难题都不敢挑战，还是乖乖签下降书，滚回你们女帝身边当缩头乌龟吧。你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。你们若是怕了，就直说。可以应战。好，那就请解第1道题。林县令，万一输了，把武器给他们，他们研究出来对付我们怎么办？研究就研究出来呗，我还能怕他们不成？没事，就算输了，这破枪随便拿去研究，反正我空间里还有火箭炸弹的，没什么可怕。这是我们能工巧匠打造的9曲玲珑珠，里面有9个口，每个口有9981个弯道，但只有1个弯道是出口。你们若是能将金线穿过真正的出口，便算你们赢。这1个入口就有81个弯道，那9个入口729个弯道。没错，729个弯道，仅只有1个出口，而且弯道弯弯绕绕的，那3炷香的时间。3炷香的时间应该是接1根续上1根，你这同时点燃，那不相当于1根香的时间吗？你们这是耍赖！你们的3炷香跟我们的3炷香可不一样，我只给你们这3炷香时间。若是你们能在这3炷香之内穿过这个金线，便算你们赢。你，陈将军，准备好接手30座城池。3炷香都未必能找到正确的通道，现在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更何况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弯道，怎么可能把金线穿出去，再拿出来呢？
靠这个。蚂蚁？就这个？还有这个蜂蜜。哦，蜂蜜涂在蚂蚁的触角上，再用金线缠在蚂蚁身上，然后在那个洞出口再涂上蜂蜜，这样蚂蚁就会随着蜂蜜找到那个出口。区区一只蚂蚁，妄想夺走我10座城池，真是荒谬。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蛮夷最厉害的师傅也要穿上3天3夜，他竟然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穿过。林公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用一只蚂蚁就赢下了10座城池。这就是你们蛮夷的难题啊，太简单了。香才燃了一半，拿出点真正的难题出来，要不然等我们解决完你们蛮夷的3道难题，香还没燃完呢。这不过是你们的小聪明，我就不信你能解出我们第2道难题。统帅带5个人上山看管500头牛，第1个月发生了地震，跑了100头牛，死了1个人。那么第2个月同样的地震，死了1个人，跑了100头牛。那么第4个月同样的地震，山上还剩多少头牛，多少人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说出来的答案就是你们的答案。就是，万一你们耍赖，我们就算说的是正确的，你们也会说那是错的。没想到还变聪明了。这个牛皮纸上写的正确答案，只要你们说出的跟这个答案一样，便算作你们赢。他1个人月跑100头牛，死1个人，4个月岂不是剩1个人和100头牛？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如果答案这么简单，那会叫难题吗？你觉得还剩多少？人和兽都有恐惧求生心理，经历这4个月的恐惧，应该是逃的逃，跑的跑，所以最后1个月没有1个人和1头牛。这么说来，好像也对。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这看似是一个正确答案，大家都忽略一个问题，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问题。这个信纸是牛皮的，你看不透。看不透信不要紧，但最重要的是看透一个人的心。你的心被我看透了。那你的正确答案是什么？人和牛都有恐惧心理，但和牛相比，人多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忠心。所谓军令如山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将军没有下达命令的时候，士兵绝不会撤退。所以最终答案是1个人，没有牛。真的是1个人，没有牛。对了，又对了，我们又赢下10座城池。林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又拿下10座城池。你真的能看透人心？你猜呢？算你厉害，反正我不信，我就不信你能答出第3道题。你们蛮夷最后1道难题是什么？如果还像之前那么简单，就不要拿出来了。我的师父曾经给国王写下一首诗，国王觉得十分神圣，便放在宫殿。这首诗至今没有其他人知道。我这写的是诗的前2句，你们若是能答得出后2句，便算作你们赢。我虽然不会作诗，但也知道每个人答出来肯定不一样，怎么可能一样？你们如果害怕，觉得会失败，不如给我一把武器。反正你们已经赢了20座城池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你们，我倒好奇前2句到底是什么。还笑？我就不信你能说出后2句。老大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确实是好事。确实，就算是大前的学者，都难以做出如此惊艳的诗句。这么说来，我们要输了。你说这诗是你师父做的，你师父是不是姓李明白？这个跟你没关系。你若做不出来诗，我便要挑选武器了。
林县令，这怎么办？万一他们赢了，拿走我们的武器，研究出来对付我们，那又一场恶战。老大，你能打上来吗？谁打不上来？不就是唐诗300首吗？什么是300首？没事，我就要这把，这把能连续发射暗器，就要它了。你说要就要，我答应了吗？那你便作诗啊，我就不信你能写得出来。谁说我做不出来？听好了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一个字都不差。林公子，你真的太神了。老大，没想到你真是文武双全啊。小意思。我不相信，这首诗除了我师父和国师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，包括我在内。你见到你师父，问问你师父，就知道为什么。我和他来自同一个世界，最后10座城池也是我们的了。愿赌服输，给他们。慢走不送。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你说你能看到我的心，那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是不是要跟我在一块儿？不是。林公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不仅保下了武器，还赢得了蛮夷30座城池。我现在对你真的是心服口服。不知林公子何时离开？既然边境已经没事了，当然是回去了。好，我这就派人送你。不用。老大，是蛮夷国师姬无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他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返程？没事，不用怕，反正我们有机关枪，能对付他。真不怕我杀了你？杀不了我。如果你想杀我的话，刚就偷袭了。说吧，拦住我回家去路，你想干嘛？你又看穿我了。主人。我师父说，如果能遇见做出床前明月光那首诗的人，就让我认作主人。想让我当主人，需要你帮我杀一个人。谁？陈将军，大前的叛徒。陈将军。老大，陈将军深明大义，誓死抵抗，怎么可能是奸细？是不是奸细？你问他。你跟陈将军接触并不多，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投靠我们的蛮夷？我开始并不知道，是因为你出了第2道难题。人和兽都有恐惧求生心理，经历这4个月的恐惧，应该是逃的逃，跑的跑，所以最后1个月没有1个人和1头牛。陈将军，人和牛的问题是人和牛因为恐惧跑没的，为了求生，这回答没问题了。如果作为正常人，这也许没问题，但他作为一国将军，更应该明白军令如山。他派兵看守，所以他说出的答案，要么是和蛮夷串通好引导我们，要么就是他的内心的反应。可他在最后关头还想带着士兵杀敌。他已经投降，又不会自己死，装装样子罢了。这陈将军真让人可耻。没办法，毕竟蛮夷大军压境，如果没有我们送来兵器，他作为将军就是第一个死。他怕死投敌，我也能理解。你既然能理解，为什么还要杀他？我讨厌叛徒。7日后，带着陈将军的头颅来大前皇宫见我。我可以看在你师父的面上留下你。相公。相相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人家好想你啊。小乔，你又调皮了。哎，怎么没见那个萧雨？哦，相公，萧姑娘知道你安稳边境之后，她就离开了，回京都了。真是个白眼狼！我帮她那么大忙，连声谢谢也不说。老大，他收到书信，说家里有事，才急着赶回去的。出事了！相公，萧姑娘她也是你的第1个女人，现在也怀孕了，要不你要是担心她的话，去找她。大乔，你真是太懂事了，只是这样委屈你了。对呀，姐姐你也怀孕了。相公把这临江县建造的这么固若金汤，我只要待在这里就不会有事的。但是萧姑娘她一个人在外面，又要处理事务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
相公，你还是去吧。把你姐姐带去我哥嫂家里，好生照顾。是，相公。陛下，如今边境安稳，淮南王再也没有找过您的麻烦了。这驻守边境的陈将军被杀，头颅还被蛮夷国师带走。他们知道之后，定要对我发难，让我对那蛮夷再度开战。可这大前3年灾情刚过，若不是有林松的一批武器，这边境早已失守了。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实在不想再发动战争。但这陈将军驻守边境，功劳颇深，这如果不给个交代，又难以服众。陛下，如果林松在就好了。他虽然无赖，但关键时刻也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是啊，要是林松在就好了。我什么时候这么依赖他了？堂堂大前女帝，什么时候对我一个无赖这么念念不忘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身份找来这里的？当初临江县被鹰犬围困的时候，你心系百姓，还让我去边关驻守。哎，你可别跟我说什么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的事，还有什么朝廷上面有人的事，我可不是傻子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那你岂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？你把我当猴耍？算是吧。我讨厌你。那我走。你回来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来。谁让你刚刚气我的？哎，这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。下次不准再逗我了。好。陛下，虽然我知道现在不应该打扰你们打情骂俏，但淮南王的事还没解决。你刚刚也偷听到了，这驻守边境的陈将军被蛮夷国师所杀，这淮南王知道了，定要逼我发动战争不可。那陈将军就是一个叛徒，也值得开战。叛徒？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待会儿蛮夷国师会带着他人头和他的诚意一块南下。什么诚意啊？我答对他们3道题，赢下他们30座城池。我怎么才发现你居然这么厉害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小心孩子。那你说咱们的孩子会不会像你一样很聪明？聪明不聪明不要紧，只要和你一样漂亮。油嘴滑舌。陛下，淮南王来了。陛下，我们必须跟蛮夷开战。淮南王，这蛮夷已经投下降书求和，你若执意开战，岂不是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？陛下错了，这蛮夷国师杀我镇守边境的将军，可见其求和之心是假，欺负大前是真的。而且，如果不向蛮夷开战，这如何告慰苦守边疆、忠心耿耿的陈将军？岂不寒了边疆战士的心？陈大人说的对啊，但大前3年疫情已经把国库掏空了，你现在要打仗，可这战火一旦打起来，那可是需要军饷粮草的。不知淮南王，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家产拿出来用来打仗？你是哪儿冒出来的，也敢对本王说话？淮南王不得无礼，此人就是献出兵器拯救边境的临江县县令林松。好啊，原来就是你呀！正好，你可以继续献出武器，助陛下踏平蛮夷。凭什么？我又不是傻子，之前我已经帮过你们1次了，现在你们想要武器的话，就用银子买吧。刚好淮南王深明大义，想要告慰边境惨死的陈将军，那不如淮南王你拿出来点银子购买武器，踏平蛮夷。淮南王，林松呢说的有道理，不如啊你买他的武器，朕呢就答应你对蛮夷开战，如何？淮南王，你不会舍不得花银子买我的武器吧？这告慰将士是陛下的事情，
我如何替陛下去告慰将士？那岂不是越俎代庖？没有让你越俎代庖，只是国库空虚，让你拿点银子支持边境。我一直瞒着国库空虚，你怎么说出来了？疫情3年，你还能瞒多久？那也不能说出来啊！你说出来，这些人更觊觎我的皇位。放心，我跟你斗底呢。这两人一唱一和，想让我吃亏。陛下，如果不想开战，想寒了战士们的心，就直说，不要说什么国库空虚。再说了，国库空虚也不能让淮南王一个人出银子打仗。两位大人说的有理，既然作为大前的官员，不如你们2位以身作则，也出点银子吧。我们可以出，但你也是大前官员，你也要出。好，我先出。这样，你们官职比我大几品，就多出几倍。意下如何？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我可没搞什么花样，我只是替陛下解决禁军蛮夷的烦恼，能耍什么花样？哎，现在2位大人都出了，你不会还不愿意出吧？淮南王，这进攻蛮夷是你的提议，不如你带头表个态吧。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我就不信你能拿出那么多的银子。陛下，我愿意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你们当陛下的面承诺，我出多少银子，你们官职比我大多少，就出几倍。如果拿不出来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这欺君之罪，你拿出多少银子替陛下填补国库呢？这几年掏空我的家底10万两，鱼儿，10万两，拿着。各位大人，这里是10万两，如果不信，可以查验。10万两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10万两？他一个县令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银子？没办法，我临江县比较富裕。接下来轮到各位大人了。哎，不知各位大人官职高我多少？8级。哦，8级，那就请2位大人每个人拿出80万两。80万两？我们哪有这么多银子啊？确定？就算把我们杀了，也没有80万两。你呢？我也一样。好，就没办法了，只有把你们杀了。你，陛下，你就如此放任此人在朝堂之上杀害朝廷命官吗？就是一下就死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他们说确定拿不出来就是欺君之罪，难道不该杀吗？你，淮南王，林县令没有做错。陛下英明，现在可以派人去把2位大人的家抄了。元儿，你带人去把赵大人和陈大人的家抄了。是。那如果他们凑够80万两，你把他们杀了，难道要给他们偿命吗？我刚才问了，他们说凑不出来。如果抄了家发现能凑出的话，那也是欺君之罪，该死！你直接就杀掉了，完了，欺君之罪啊！我什么我？该你了，淮南王，你官职比我高10级，拿出100万两，快点！陛下，我……淮南王，你若是拿不出这100万两，也是犯了欺君之罪，这后果啊，就跟这2位大人一样。100万两是我的全部身家，难道真的要全部拿出来？可如果不拿出来，他手上武器那么厉害，肯定没命的。不行，保命要紧。陛下，侍卫查抄了2位大人的家，每人家里大概有50万两。好，收缴国库。淮南王，你想好了吗？这100万两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陛下，我有100万两，我这就去拿。云儿，再辛苦你跑一趟，替淮南王去拿。好嘞。真能拿出那么多吗？谁知道啊？不会吧？真的有这么多银子啊？不可能！会吗？真的假的？能拿上？真的吗？不能吧？不能。陛下，淮南王家里刚好有100万两。
哎呀，我们淮南王真是深明大义。陛下，如今银子已经凑齐，请即刻开战。只要你开战，不管输赢，我都让你成为百姓眼中好战的君主，把你拉下皇位。怎么办？再等等。还等？陛下，你不会是得到银子就不想发兵了吧？你篡夺女帝，向边境开战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师杀了我们驻守边疆的陈将军？可是我们的陈将军根本就是一个叛徒。你这随意编造的谎言，我可不信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也听听蛮夷国师怎么说。哼，蛮夷国师远在千里之外。回头。蛮夷国师季无双，待诚意送上降书。蛮夷国师季无双，季无双，你的诚意是什么？一件一件呈上来。这是我蛮夷的降书，自愿投降，每年进贡。还有，这是输给林县令的30座城池。这边这个盒子里放的是大前叛徒陈将军的头颅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他的叛国证据。这陈将军竟然真的是个叛徒，那还有什么理由开战，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呀？一个叛徒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根本不值得大动干戈。季无双，你的诚意我收下了，多谢陛下。那我还有一个请求，讲。为了打消陛下对我们蛮夷的顾虑，我自愿留在临江县当人质，由林县令看管。你们两个当我不存在是吧？竟然光明正大的抛媚眼，这倒是没有这种顾虑，还是不必。陛下，我是自愿留下当人质的，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是对你这个无赖的诚意吧？好，朕允许。多谢陛下。林县令，我在临江县等你。陛下，微臣也不知道陈将军是个叛徒。你看现在也不打了。陛下，你爱民如子，既然国库空虚了，但如今虽然不开战，但我的10万两依旧决定放在国库。哎呀，淮南王，这林松都愿意把他的银子放在国库里，你不会是要把你的银子拿回去吧？不会，不会。我招兵买马的全部身家就这么没了。淮南王真是深明大义，陛下已经累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陛下，微臣……哎呀，朕确实有点累了，淮南王退下吧。是。陛下，既然现在国库充盈，战争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站住！你都已经有我了，还有了那个临江县的大乔跟小乔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勾搭那个蛮夷国师？什么叫勾搭？人家是来投诚的嘛，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大钱好？哈，你是不是看到人家长得漂亮，然后你起的让她做小厮的心思？你和大乔都怀孕了，那只剩下诗诗一个人伺候也很辛苦，找个姐妹分担一下。那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呢。我就是这么善良呗。啊，善良是吧？行，那我呢就跟你回临江县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呀，等到了临江县，我就安心养胎，你呢就帮我处理朝堂上的事务，这大钱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务，我让你忙得没有功夫去勾三搭四。恭喜宿主征服大钱女帝，领域横跨整个大钱，可直接将系统升级到第10层，现为宿主升级。等等，虽然升级到了第10层很诱人，但掌管大钱很累的，暂时不要升级。好吧。哎呀，你听到没有？
这以后呀，整个大钱都是你的了。你什么你？这什么这？我什么我呀？哎呀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快来扶我！等你生完孩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天师，大钱和蛮夷的战争没能挑起。蛮夷杀了镇守边疆的将军，大钱怎么可能不开战？蛮夷的国师带着诚意来降，指出陈将军是大钱的叛徒，而且他还留在大钱为质，在临江县被一个叫林松的人看管。林松？竟然让我的徒儿认主，看来得会一会这个来自同一世界的人了。